歡迎收聽一道微光同志小說，作者書野，故事馬上開始。假不假的，我不在意這個。是吧？你現在是不在意，但等唐玉成被小可愛搶走了，那就難說了。真在意的時候，別怪我沒提醒你啊。白奇遠這次倒是沒有反駁，但是表情有點意味不明，半晌也只是自顧自地夾菜吃飯。梁昊天漸漸收聲，因為他看着白奇遠有些反常的舉動，心裡打起了鼓，一時有點不確定自己這位老友的心思。他怕自己一下刺激他過頭了，那他的罪過可就大了。下班回到家，白奇遠站在玄關處，盯着空荡荡的屋子若有所思。他拿出手機給唐玉成打了個電話，聽筒裡忙音響了很久，最後因無人接聽而自動掛斷。白奇遠垂下眼，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鞋櫃上那串唐玉成留下來的備用鑰匙上，他也就猶豫了2秒，便伸手一把攥住那串鑰匙，推門快步走了出去。白奇遠按鑰匙上的地址找了過來，當站在那扇陌生的门前，把鑰匙插進那個小小鑰匙孔裡的時候，有點心虛，畢竟開的不是自家門，總有種做賊的荒謬感。隨着咔嗒一聲，門開了，他深吸了一口氣，推門走進去，在玄關處下意識試探着輕喚了一聲唐玉成。他一步客廳，客廳裡空无一人，但很快從裡屋傳來了細微的說話聲。你正在發燒呢，你別起來了，好好給我躺着。不行，過2天劇組就要開碰頭會了，我得抓緊時間看看劇本。你看你都病成什麼樣了，現在沒什麼比你身體更重要，快躺好。你不懂，這點發燒不算什麼，你就是太誇張。唐玉成嘴上逞着強，可其實自己連起身下床都勉強。現在誇張的不是我，是你。張青宇雙手按住唐玉成的肩膀，不讓他起来，他也是沒辙了，語氣軟了下來。算我求你了行嗎？快點躺好吧。就在2個人誰都無法說服誰的這個檔口，一串由弱變強的敲門聲打斷了2個人的爭執。張青宇轉頭看到門口有人，先是嚇了一跳，琢磨過來又是一愣。叔，白奇遠，你來了。臥室的光線有些昏暗，躺在床上的唐玉成臉色泛紅，本來整個人蔫蔫的，木訥的眼神卻在看到他的那一瞬間靈動了起來。他雙臂往身後一撐，半坐在床上。叔，您是怎麼進來的？張青宇神色掠過一抹說不出的奇怪與微妙。白奇遠被問得有些尷尬。之前唐玉成給我了他家的備用鑰匙。啊，是這樣啊。張青宇嘴上答應着，但他眼中的那種怪異感並未消退半分。我听說唐玉成病了，就過來看看。我來的有點突然，唐玉成的電話一直都沒打通。白奇遠的解釋磕磕絆絆。沒事，我家你家不用分得這麼細，快進來坐。唐玉成抬起一隻手放在床邊，白奇遠快步走上前，但沒坐，因為他並沒有覺得自己會待太久。他輕身抬手摸了摸唐玉成的額頭，探着溫度。快躺好。白奇遠邊說邊扶着唐玉成躺下。唐玉成的眼神從看見白奇遠的那一刻就沒移開過，他聽話地按照他說的躺好。叔，他不聽我的話，您快說說他，剛才還說要看劇本呢。白奇遠站直了身體，居高臨下地看着他。今天劇本就別看了吧，你是該好好休息了。我感覺高3以來你就一直很忙，比我都忙。唐玉成张了张嘴，還想解釋點什麼，但又改了口。好的，我聽你的。那就好。白奇遠偏頭。青宇，他吃藥了嗎？吃過了。叔你放心吧，有我在這兒照顧玉成，他肯定不會有事的。白奇遠點了點頭。多虧有你在這兒照顧他，那我……或許人在生病的時候會不自覺地變得想要依賴。唐玉成預感到了什麼，用了僅有的力氣抬手抓住了白奇遠的衣角。他緊閉着乾澀的雙唇，只是用那雙燒得有些泛紅的眼睛死死盯着白奇遠，微微搖了幾下頭，那濕漉漉的眼神裡滿是不捨。別走，不要走。白奇遠避開他的視線，看向張青宇。我差不多該走了，有你在，我放心。他剛吃了藥，再睡一覺就會好一些的，我會一直守在這兒看着他的。好，如果有什麼需要幫忙的，隨時給我打電話，玉成那裡有我的號碼。好的叔。我得走了，玉成。白奇遠輕輕拍了拍唐玉成的手背，可唐玉成依然抓着他的衣角沒鬆手，手背連同手臂上的青筋清晰地凸了起來。張青宇在一旁勸道：玉成，你別使小孩子性子，現在你需要休息。唐玉成充耳不聞，只是紅着眼盯着白奇遠，執拗的像個要被拋棄的孩子。张青宇繼續用奇怪的眼神看着面前的2個人，
看着唐玉成那副近乎哀求的眼神，白启遠終究還是心軟了。我不走。他低聲妥協，順着床沿坐了下來。唐玉成緊繃的手指終於鬆了鬆，順勢雙手將白啟遠微涼的手掌緊緊包裹在自己掌心裡。我以為你不管我了。別說話了你，閉上眼睛睡覺。或許是白啟遠陪在身邊的安心感，亦或是感冒藥裡的安眠成分起了作用。沒過多久，唐玉成便帶着淺淺的微笑，沉沉地睡了過去。可即便在睡夢中，他的五指依然緊緊扣着白啟遠的手，沒有放開。白啟遠耐心地等他徹底睡熟，才一點點極其輕緩地將自己的手抽了出來。他默默起身，輕手輕腳地走出臥室，來到客廳，準備離開。青雨，麻煩你好好照顧他了。白啟遠低聲交代。应該的，放心吧叔，你慢走。走出唐玉成的家，迎面而来的冷風讓白啟遠心頭湧起一陣難以言喻的失落。他有些後悔今天跑這一趟，也許借着這個機會就此徹底淡出唐玉成的生活，才是最明智、最體面的選擇，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控制不住的再次出現在他面前，讓自己凌亂。白啟遠，唐玉成要是跟別人好了，可就沒你什麼事了。白啟遠已經不記得自己有多久沒有體驗過這種害怕失去的滋味了。外婆去世後，這些年來他的生活平穩，按部就班，波瀾不驚。對於得到的，他懂得感恩知足；那些得不到的，他也一向懂得克制與釋然。他非常不喜歡此刻的這種後知後覺，對那個人的在意已經超出他能控制的範圍，任憑他怎麼逃避，怎麼粉飾，都無法消磨分毫。這種感覺類似於街邊商店的櫥窗裡陳列着一件讓他心動已久卻遲遲未買下的商品，心裡明明知道如果自己不買，早晚有一天他會被別人買走。白啟遠原本以為只要不讓他親眼看着那件東西被帶走，只要这一切沒發生在自己的視線範圍內，他就能假裝無視，順其自然地接受，靠着自欺欺人蒙混過關。可一旦知道那件商品要被人買走的時候，他內心又開始無法接受，甚至說是有點承受不了。唐玉成和張青雨俩人年紀相當，從小一起長大，又是好朋友，很早就彼此了解。他對唐玉成的意義本來就不同凡響。想到這兒，他的心口就像被一只無形的手死死攥住並狠狠縮緊，疼得他近乎窒息。我喜歡唐玉成。這個念頭太危險，白啟遠想都不敢想。即使這個想法在腦子裡出現過一瞬，也會被他的不可違背的原則清理出去。自己可以不承認，繼續麻醉自己，但一想到唐玉成會成為別人的愛人，站在另一個人的身邊呵護着另外一個人，他才發現自己遠沒有想象中那樣平靜。唐玉成於第二天早上醒來時，燒雖然退了，但整個人的精神還有些萎靡。他的頭側向一邊，看到張青雨正縮着身子坐在地板上，上半身靠在床邊，就這麼歪着腦袋睡着。唐玉成這邊微微一動，張青雨便警覺地睜開了眼，眼裡還帶着紅血絲。玉成，你醒了，感覺怎麼樣？有點渴。這兒有水。因為腿麻，張青雨晃晃悠悠撐着地站起来，他拿起床頭櫃上藥盒邊的水杯，小心翼翼地送到唐玉成的嘴邊，為他喝下。謝謝。跟我客氣什麼？張青雨放下杯子。昨天晚上祁遠叔什麼時候走的？你睡着沒一會兒他就走了。哦。唐玉成垂下眼睫。玉成，你和祁遠叔是什麼關係啊？唐玉成抬起眼看着頭頂懸着問號的張青雨。為什麼這麼問？我感覺你們倆的關係不太像正常的叔侄關係。你是不是喜歡人家，喜歡你叔？原來你猜到了，那我就不兜圈子了，而且也沒什麼可隱瞞的。是，我喜歡他。張青雨咬了咬嘴唇。那既然你能接受男的，為什麼當初我跟你表明心意，你連考慮都不考慮就拒絕我？這個 CD 機送你，可以練英語聽力。當然你聽力已經那麼厲害了，可能也用不到。張青雨的聲音漸小，頭也低了下來。既然是送我的，那就給我吧，留個念想。張青雨蓦地抬起眼眸，嘴角明明是努力彎着的，但一滴眼淚還是不爭氣地劃過臉頰。他把懷裡揣着的 CD 機塞到唐玉成的手裡。對，留個念想。我還想對你說，唐玉成，我喜歡你，不是兄弟的喜歡，是想跟你過一輩子的那種。唐玉成握着 CD 機，沉默了片刻。
对不起，青雨，我對你只是兄弟的喜歡，沒有別的意思。沒事沒事。張青雨嘴裡說着沒事，心裡卻早已狼藉一片。得到你的回答，我這份感情也算有個交代了。我希望我表達得足夠清楚。已經很清楚了。雖然跟你說明白了，但我們還是朋友。我這回去 S 市，也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啊，你這個年級第一，還這麼愁嗎？你肯定會變得很厲害，到時候可別忘了我這個朋友。不會忘記你的。還有，如果以後二狗那小子還欺負你，你記得要還手，強硬一點。他就是個紙老虎，吃軟怕硬。以後你遇到任何困難，可以告訴我，只要在我能力範圍內，我一定會幫你的。等我去了那兒安定下來，會托長根叔給你我的聯繫方式，方便我們以後保持聯繫。我知道了。張青雨紅着眼眶，一眨不眨地看着唐玉成。我得進去了，你保重。你也是，多保重。你是我的朋友，当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很珍惜，從沒想過要改變這種關係。我以為我當初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可我比你齊遠叔年輕。張青雨說着說着，情緒漸漸激動起來。你能接受你齊遠叔，為什麼不能考慮考慮我？網上那些男床上技巧我也了解的，你可以試試我。玉成，我有這個自信，能滿足你。唐玉成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眼睛裡寫滿了難以置信。張青雨，你還是少上點網吧，你聽聽你說的都是些什麼鬼東西。我說什麼了？我說的都是事實。現在你都喜歡上別人了，還不能讓我爭取一下嗎？之前我在老家待着，沒什麼可說的，但現在我就在你身邊，這2天是我照顧你，他白起遠做什麼了？他昨天晚上來看了你一眼，就着急要走，我可沒看出他有多喜歡你，而我對你這麼好，你卻……他喜不喜歡我，那也是我跟他的事。你始終不明白，不是誰對我好，我就得愛他。我確實喜歡男的，但也不是哪個男的都可以。可咱們倆是從小長大的交情，你跟他才待在一起多久啊？張青雨自顧自地抱怨着，完全沒試着理解唐玉成的意思。可以了，我頭有點疼，要再睡一會兒。我熬了粥，要不然你喝點再睡吧。等我睡醒了再喝吧。哦。張青雨撅着个嘴，看着背对着自己的唐玉成。过去我們明明無話不談的，為什麼現在卻越來越不知道該說什麼了？